离开香榭丽的温泉别墅，叶晨立刻赶回了汤臣一品，打算简单收拾点行李，顺便告诉老丈人萧长坤以及丈母娘马兰，自己今晚要连夜赶去外地给另一位客户看风水。夫妻俩知道叶晨整天到处奔波，对此倒也早就习惯，所以听说这个消息也并不觉得惊讶。让叶晨没想到的是，丈母娘马兰竟然主动关心起叶晨，一脸心疼地说道：好女婿，你这一天到晚到处跑，也不休息几天，万一累坏了身体可咋办？忽然被丈母娘关心一下，叶晨也感觉十分难得，便笑着说道：妈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虽然每天在外奔波，但实际上一点也不累。一旁的萧长坤看着马兰，哼哼道：你知道什么？好女婿现在是风水大师，你别看他一天到晚在外面跑，请他的可都是一些大老板、大明星，这些人对风水大师恨不得比对自己亲爹还尊敬，对好女婿的衣食住行肯定都非常在意，绝对不会让好女婿吃苦受累的。要是搁古代，离得再远，都得八抬大轿把好女婿抬过去。马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随即看向叶晨，笑嘻嘻地说道：还是我好女婿厉害，有钱人都得求着给我好女婿花钱。说完，他眼珠子一转，连忙陪着笑脸说道：好女婿，妈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叶晨一见马兰这模样，就知道马兰肯定有求于自己，怪不得今天还主动关心起自己来了。于是他便问道：妈，你有什么事就尽管说。马兰支支吾吾地说道：那个，妈最近这个手头有点紧，你这次又要出远门，妈担心万一手里没钱了，还要打扰你跟初然，所以妈的意思是，你看你走之前能不能多给妈留点钱。萧长坤白了马兰一眼，鄙夷地说道：马兰，我就知道你这人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，合着是想为叶晨要钱啊？马兰仿佛被踩了尾巴，怒骂道：萧长坤，我跟我好女婿要点钱，给你有什么关系？显着你了，破嘴巴巴个不停。萧长坤气急败坏道：你有手有脚，没钱了不会自己赚啊？你看我现在在书画协会，一个月工资加补贴还有个1、2万呢。马兰骂道：我呸，你就别说你那个什么书画协会了，要不是好女婿给你刷脸，你早让人撵滚蛋了。你放屁！萧长坤面红耳赤，开口便要维护自己的尊严。叶晨见两人稀里糊涂又要呛起来，连忙打断道：爸妈，你们就别再互相拱火了，我这一出门家里就剩你们俩，你们在一天到晚打个不停，我在外面这心里也踏实不了啊。马兰哼哼道：他不找事儿我才懒得搭理他。叶晨点点头，他知道马兰的性格，有钱作妖，没钱也作妖，但最起码他有钱的时候作妖肯定做不到自己头上，自己就当是花点小钱买个素锦。于是他便十分爽快地开口道：妈，钱的事儿不叫事儿，这样一会儿我给你卡里赚100万，这段时间你想怎么花都随便。马兰一听这话，整个人眼珠子瞬间睁得老大，激动的连嘴唇都才颤抖，声音也结结巴巴的问道：好女婿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要给妈100万？当然是真的。叶晨点点头，但语气严肃地说道：不过我就一个要求，我走的这几天你不能跟爸吵架了。马兰毫不犹豫地拍着胸脯说道：好女婿你放心，我绝对不跟他吵，你给妈100万，妈除了回来睡觉，其他时间都不会在家里的，他想跟我吵我也不给他机会。萧长坤一听叶晨竟然要给马兰100万，心里是又羡慕又嫉妒。他虽然在书画协会有一份收入，但那点收入对他来说
根本就不够花。本身他就是常务副会长，在协会里经常有些人情招待，再加上整天开个库里南来来回回，那挑费也比一般的车大得多，一个月油钱都要几千块，所以每个月都过得紧紧巴巴。可是萧长坤脸皮没有马兰这么厚，他总觉得自己能当书画协会副会长是沾了叶晨的光，能开库里南更是多亏叶晨，能住汤臣一品别墅也完全是叶晨的能力，所以他也就不好意思再开口找叶晨要钱。可现在眼看马兰一张嘴就要到100万，他心里怎能不郁闷？于是他心里也开始打起算盘，是不是也开口跟叶晨哭哭穷，看看叶晨能不能有所表示。可是一想到自己刚损完马兰，接着就开口找叶晨要钱，脸上实在是有些挂不住。叶晨这时候也没耽搁，直接用手机银行给马兰转了100万。对马兰，虽然他以前有诸多不满，但他现在对马兰的态度是只要他不作妖，自己也会对他客客气气，100来万的小钱给他也不觉心疼。很快马兰的手机就收到了银行的短信，提示他100万已经到账。他顿时激动得手舞足蹈，一脸谄媚地对叶晨说道：哎呀，好女婿，钱妈已经收到了，实在是太谢谢你了，我的好女婿。叶晨淡然一笑，提醒道：妈，你可千万不要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，不要再跟爸吵架拌嘴了。马兰立刻举起右手赌咒发誓道：好女婿，你放心，你走的这段时间，我要再跟他吵架，我马兰就是他生的。叶晨点点头道：行了妈，你先忙着，我去简单收拾点行李。马兰连忙道：哎呀，好女婿，你要收拾什么跟妈说，妈去帮你收拾，你就在客厅坐着就行了。叶晨笑道：不用了妈，喜欢嘴不如使唤腿，再说很多东西在哪里也不清楚，我自己去就好。说罢，叶晨便准备转身上楼。一直在一旁憋着一股劲儿的萧长坤眼见叶晨要走，心里再也沉不住了，下意识地喊道：哎呀，好女婿，你先别着急。叶晨回过身问他：爸，你还有事儿吗？萧长坤偷偷用余光瞟了一眼旁边的马兰，然后又看了看叶晨，仿佛刚吃完人参果没咂摸出味道来，又觊觎孙悟空手里那颗的猪八戒。叶晨一眼就看出萧长坤的不对劲，联想到刚给马兰赚了100万，他心里便知道萧长坤打的什么主意。马兰也不傻，萧长坤贼眉鼠眼地瞟了他一眼，他就猜出萧长坤打的是什么主意，连忙说道：我告诉你，萧长坤，你可千万不要打着找我好女婿要钱的主意，你不是自己能挣钱吗？一个堂堂正正有手有脚的书画协会副会长，找自己女婿伸手要钱算哪门子事儿？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